上期讲的尼克弗瑞带着众英雄回到过去，却被奥创的机械大军所团灭，而狼叔则成功杀死了皮姆博士。可在蝴蝶作用的影响下，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与这个世界的守护者们战斗，却被抓了起来。这位长相怪异的托尼使你的大部分都消失了，靠着高科技机甲维持着生命。了解到事情经过之后，光头托尼带走并读取了狼叔和隐形女苏珊的记忆，而光头托尼也因此看到了主宇宙发生的一切，从复仇者联盟组建，再到对抗各大反派，再到奥创纪元发生的一切，也明白狼叔和隐形女是回到过去杀死皮姆博士的时空穿越者。光头托尼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么他身处的这个宇宙就只是蝴蝶效应所导致的结果。负责读心的 X 教授和白皇后表示，他们的记忆应该都是真的，因为假记忆不会有这么连贯且稳定。这个世界的托尼依然严谨，这有没有可能是摩根勒菲植入的假记忆呢？ X 教授和白皇后否认了这个判断，摩根勒菲没必要这么做。光头托尼恳求 X 教授和白皇后暂时保守这个秘密，以免引起大家不必要的恐慌。托尼让贾维斯找出皮姆博士当年遇害时的资料，一直以来他都以为汉克皮姆是被斯库鲁人杀害。审讯室内，金刚狼被绑得动弹不得。你身体其他部怎么了，托尼？狼叔问。似乎是你害的，在仙宫战争中失去了大半个身体，又在摩根勒菲征服整个欧洲的时候，和我的战甲一起被撕成了两半。原来自从杀死皮姆博士之后，复仇者联盟很快就散伙了，这导致摩根勒菲入侵地球，他的科技还阻挡不了摩根勒菲。魔法战胜科技，阿斯加德最终也放弃了人类。这一切只因狼叔杀死了皮姆博士产生的蝴蝶效应，这一切都拜金刚狼所赐。而狼叔表示，原本他的世界已经被皮姆博士创造的奥创毁灭，所以狼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感到后悔，因为他阻止了奥创纪元的诞生。光头托尼怒吼道，所以现在你觉得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我一点也不为此自豪。光头托尼怒了，你以为这个世界是更好的地方吗？那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傻瓜。你们从没想到其他的解决方案吗？比如说制造一个时间病毒之类的。我和李德和皮姆应该可以创造一种病毒阻止奥创才对。李德早死了，而另一个世界的托尼也没那么做。此时此刻，在飞天航母上，守护者们还在讨论另一个狼叔和苏珊忽然出现，光头托尼却藏着这件事不肯公开，而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真相。这时，白皇后和 X 教授前来传达托尼的指令。托尼希望守护者回到守护者神庙继续例行公事，等他理清头绪之后再告诉你们。金刚狼这个暴脾气表示，自己才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发走。整个守护者团队也都是群情激发，他们希望得到托尼的信任，也想要从托尼那里得到更多信息。石头人推开白皇后，就想往审讯室走去。白皇后眼看局面就要失控，决定施展自己的能力控制石头人的大脑。奇异博士却不愿意看到守护者们互相伤害，于是使用了沉睡魔法。一众守护者去到审讯室，逼迫史塔克卫兵打开关押着隐形女苏珊的审讯室。但是当审问室打开后，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原来隐形女苏珊早就靠立场强行破开了手铐，现在已经趁门被打开的时候隐身跑出去了。也正是在这时候，审问狼叔的托尼接到警报，巫女摩根勒菲在这个时候选择进攻。在纽约的上空爆发出紫色的魔法阵，摩根勒菲带着他的大军鱼贯而出。摩根勒菲征服世界的最后一战正式打响，守护者们没时间做太多准备，就直接飞出去迎战摩根勒菲。守护者们在这场战斗中竭尽全力战斗，但是摩根勒菲的士兵源源不断，似乎永远都不完一样。这个时候，光头托尼也带着他的机器人军出现，他怒吼了一声，誓要和他决出生死。但摩根勒菲一招就把浩克变成齑粉。见到光头托尼带着机器人大军赶来，摩根勒菲也丝毫不慌张，甚至不屑与托尼直接战斗。他直接击毁一架飞天航母，失控的航母与另一架航母在高空相撞。看到这一幕的光头托尼陷入了绝望，因为巨大的飞天航母直接坠入城市当中，
并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爆炸，将城市防线化为乌有。从这一刻起，光头托尼和守护者就已经彻底输了。巨大的爆炸将城市已经彻底化成了废墟。摩根勒菲的飞龙与士兵在高空搜寻幸存者，废墟中全是在这场战斗中死去的守护者们。许久，一只手穿破废墟伸出来，是狼叔，他扛住飞船爆炸活了下来，但他的一条腿只剩艾德曼和筋骨架，这导致他无法直立站起来行走。巨大的疼痛也让他意识模糊，又昏了过去。足足过了5天，强大的自愈能力使得肌肉重新长好，但听书醒来后就被摩根勒菲的士兵们发现。狼叔解决掉了这些烦人的士兵，刚好他借此宣泄自己的怒火。这个世界不是他想要的世界，他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做出杀死皮姆这么蠢的事。就在这时，一只机械手抓住狼叔的脚，狼叔看去，发现居然是失去下半身生命锤的光头托尼。金刚狼，我在纳闷，为什么汉克皮姆的死会决定那么多的变化？光头托尼劝狼叔不要再穿着时空回去弥补错误了，时间不是我们能操控的东西，破坏时空连续性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狼叔明白光头托尼说这番话的意思，但他心意已决。当狼叔最后回头看向光头托尼，托尼已经彻底断气。狼叔转身又踏上了救赎之路，把视角放到金刚狼准备杀害皮姆博士的时候。此时皮姆博士刚萌发要创造人工 AI 的想法。皮姆问他是谁，金刚狼说自己来自未来。皮姆博士创造出奥创后会毁掉的未来，而现在他是来杀掉皮姆博士创造未来的。说着，他伸出艾德曼合金爪。皮姆博士感到危险，立刻变大，又和金刚狼站在一起。隐形女苏珊则是在外面等待，她不知道金刚狼杀掉皮姆博士这个行为是否正确，还在纠结要不要进去阻止。就在这时，苏珊看到金刚狼居然在自己身后，赶忙问道：“这么快就杀死皮姆了吗？”狼叔没时间和他解释那么多，于是下一秒，苏珊就被打晕过去。实验室内，两人的战斗还在继续，就像之前发生过那样，皮姆博士还是打不过金刚狼，再次落败。金刚狼又要杀死皮姆博士，这次不会再有隐形女的立场束缚，而只有狼叔自己能阻止自己。没用的，别费劲了。一个声音传来，金刚狼看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回来的狼叔换上了一套经典的黄色制服，他向自己和皮姆博士解释了一切，将自己杀死皮姆博士产生的蝴蝶效应导致摩根勒菲入侵地球产生严重后果说了个一干二净。皮姆博士在一旁仔细听，似乎听懂了。现在狼叔不能以任何方式杀掉皮姆博士，必须让皮姆博士自己弥补自己的过错。皮姆博士听懂了，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自己制造了奥创。既然如此，那我不创造奥创不就好了？世界末日就不会发生了。但狼叔表示不行，一切曾经发生的事必须照常发生，但也必须阻止奥创毁灭人类，毁灭世界。皮姆博士表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到？狼叔突然想到了光头托尼说过的时间病毒，皮姆博士可以往奥创的系统内植入这种病毒，然后在奥创毁灭人类前启动这个病毒程序。但皮姆博士自己既然已经从狼叔这里得知了这件事，那么自己以后肯定会提防奥创做出这种事情。那自己又该如何判断奥创哪一次才是真的要毁灭世界呢？这时候响起了苏珊的声音，她已经从昏眩状态中醒来。她的建议是为了避免蝴蝶效应的影响扩大，皮姆博士必须忘记自己得知这一切事情，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让历史正常进行下去。苏珊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皮姆博士最终也妥协了。他的意见是他得先造出奥创，然后再在奥创的系统里放入病毒，然后想办法忘记一切。他会这么做的，为了拯救未来，他愿意相信这一切。后来，两个金刚狼和苏珊回到了蛮荒之地，尼克弗瑞基地面前，但现在却存在着两个金刚狼，这是活生生的悖论。而两个金刚狼也都知道，不能让两个人都回到未来。于是狼叔叫上了另一个自己，一起走进山洞当中。为了消除这个悖论，必须得有一个金刚狼死去。狼叔抬头看了一下这美好世界的夕阳，做完这一切后，他已经满足了。
只要能拯救这一切。不久之后，只有一个金刚狼走出洞穴，狼叔则永远地留在了里面。悖论结束了，也该回家了。与此同时，在过去的时间线里，皮博士正在按照计划制造人工智能奥创。当即将完成的时候，他却陷入了沉默当中。可随后，他听到了奇特的机械电子声响起，说话的正是他面前的初代人工智能奥创。奥创活了过来，他像个牙牙学语喊道：“不用帮我接电源了，爸爸，我活了，和你一样。”不久之后的夜晚，皮姆博士正在实验室内做实验，他收到了一封神秘人送来的包裹，包裹里面是一台智能平板，上面写着“打开我”。打开之后，屏幕上出现的人居然是自己。现在，过去的自己要将指挥现在的自己阻止奥创，而复仇者们与清剿一众反派组成的名叫智慧帮的组织，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奥创被重新激活，而复活归来的奥创变得更加强大，就连雷神索尔都无法阻止。皮姆博士马上联系到钢铁侠托尼，向他发送了一条代码。这是什么，皮姆？这代码是你写的吗？托尼，我保证以后会向你解释，不然它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噩梦。现在运行那串代码，否则我们全部会死。就是趁现在，去到我给你的那个坐标。这是一段专门针对奥创程序后门所设计的代码。皮姆，起作用了吗？钢铁侠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奥创在试图研究并关闭它，奥创还是被重新激活。你们给我的基本程序上添加了什么东西？我感受到了我父亲的手段。你们试图通过重写代码来解决我。你必须承认，自我出生以来，我已经无数次地升级了我的系统。奥创何其厉害，居然在尝试修改程序，关闭病毒。当他觉得自己成功关闭了自己父亲皮姆博士留下来的病毒后，奥创的怒火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对皮姆博士的仇恨让他决定要彻底消灭全人类，还要彻底征服他们杀光的所有超级英雄。我认为伦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皮姆。可就在下一秒，奥创瞬间失去意识，从高空上直直摔下，奥创掉在地面上。索尔愤怒地召唤雷霆，直接将奥创的身体劈成碎片。原来皮姆博士掌握的是一个双重病毒，当奥创费尽心思关闭传输到他程序里的第一个病毒时，就会触发从他制造它时就存在他体内的病毒。而皮姆博士一直也不知道第一个触发病毒，也是通过平板上过去的皮姆博士留下来的录像才得到这段病毒。这一切都彻底结束了。金刚狼和隐形女苏珊成功回到未来，这个城市充满朝气，再也没有了那些遮天蔽日的机械堡垒。苏珊不敢相信他们真的成功了，一切都恢复如初了，他的家人孩子们都回来了。隐形女苏珊激动地拥抱了金刚狼，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经历这一切的金刚狼也累了，他恨不得好好睡上几个世纪。但就在这一刻，时空忽然开始错乱，金刚狼的人生记忆开始变得混乱不堪，发生过的还是没发生过的事情都涌入脑海中。不仅是金刚狼，还有钢铁侠托尼·史塔克、小黑猪迈尔斯、银河护卫队队员以及这个时代的皮姆博士的记忆全都变了。时空连续性被破坏，一切事情仿佛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因为狼叔和隐形女穿越时空导致的。而很幸运的是，他们现在应该处于一种紧密结合的线性时空中，但世界终究还算是被拯救了。好了，漫画《奥创纪元》的故事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每一个微小的决定，可能都会引起未来巨大的变化。这部10年前的作品就表达了对人工智能高度发展后的担忧，再次引起我们对人工智能 AI 今后发展重视与警惕。